それってパトランプだろ。なもんどうすんだ。銀行ごとやると思ってよ。1997年，当北野武带着他的电影《花火》来到威尼斯时，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敢奢望那尊最高的奖杯。这位以喜剧演员身份跨界而来的导演，其作品虽独具一格，却似乎陷入了某种瓶颈。在投资人眼中，他已是个不赚钱的导演，本土观众的反应也颇为平淡。这部聚焦于一名陷入绝境的前警察在生命最后时光里以极端方式寻求解脱与尊严的影片，几乎成了北野武导演生涯的背水一战。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欢迎来到观影悟道。开篇是两个不长眼的小混混将一辆车的引擎盖弄得一片狼藉，戴着墨镜的车主阿西站在他们面前一言不发。下一秒，黄毛已满脸鲜血，单膝跪在车头慌乱擦拭。车辆缓缓碾过地面，去死的字样点明电影主题。如果死亡是注定的终点，那么向死而生的路途便成为一场彻底而浪漫的奔赴。阿西和老同学库布都是刑警。一天，两人前往蹲守点替换正在监视嫌犯的同事。临走前，库布提醒阿西抽空去医院探望病重的妻子，自己则揽下了后续的监视任务，并让本应继续轮班的同事提前下班，甚至取消了第二天和孩子的亲子活动。阿西来到病房，夫妻二人相对无言，空气里弥漫着压抑的沉默。他径直点起了一支烟。医生告诉他，丧女之痛对妻子的打击太大，药物已经不起作用，建议接回家照顾。阿西听完只是沉默。就在这时，同事传来消息，库布在蹲守点遭到杀手偷袭，腰部中枪。画面再出现时，库布已经康复，但双腿落下了残疾，住在偏远的海边。他平静地讲述着自己中枪后的境遇，因无法继续工作养家，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自己，如今没有收入，只能尝试培养一个爱好。选择住在这里是因为风景好，他想学画画，可绘画工具也并不便宜。阿西始终戴着墨镜，一言不发，但内心早已将这一切归咎于自己。阿西前去探望因公殉职的同事田中的遗孀。此前在商场追捕杀手时，阿西因抓捕失误反被打伤，田中与中村随即上前支援，却遭杀手开枪反击，导致一死一伤。看着如今破碎的三口之家，阿西深陷自责，认为是自己的无能导致了战友的牺牲。这份沉重的负罪感挥之不去，他也因此辞去了刑警职务。阿西与中村在小酒馆叙旧，中村谈起库布的近况，又提及已故的田中。阿西脑中再次闪过那天的画面。这些日子，他一边接济田中的遗孀，一边筹钱医治妻子的病，最终只能借上高利贷。不久后，阿西独自喝着闷酒，两个催债的混混凑过来，在一旁喋喋不休，话越说越嚣张。阿西始终沉默，手中的筷子却越握越紧。库布坐在轮椅上，望着海边嬉戏的一家人，眼中满是羡慕，心里却愈发落寞。阿西在家照顾妻子时，接到一通电话，换了衣服便匆匆出门。原来是前同事中村打来，约他一起去探望库布。可等他们赶到时，才得知库布吞药自杀了。好在抢救及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库布独自面朝大海的背影始终萦绕在阿西脑海。为帮他完成心愿，阿西找到放高利贷的黑帮，提出借贷400万。对方清楚他无力偿还，旧债未清，还欠着打伤小弟的医药费。黑帮老大却对阿西颇为赏识，提出若还不上钱，便来当保镖抵债。可一旁的小弟却出言挑衅，说他只敢对着尸体开枪。这句话彻底激怒了阿西，当场与几人扭打起来。最终，阿西还是顺利拿到了钱，走出黑帮的窝点。门口的小弟用枪指着他，可阿西早已无所畏惧，面不改色地站着，任由对方扣动扳机。所幸那是一把没有子弹的枪。与此同时，库布收到了心心念念的画家帽和绘画工具。探望完田中的妻子后，阿西独自来到废品厂，默默站着。忽然，一辆鸣笛的警车驶过，将他再次拉回田中牺牲的那一天。歹徒袭击库布后逃跑，行踪被田中锁定。阿西和中村赶往地铁站与田中会合，三人一路尾随，准备抓捕。阿西藏身便利店内，伺机而动，随后猛然冲出，将歹徒扑倒。然而却被歹徒打得满脸是血，翻滚倒地。田中和中村随即将歹徒压制在地，
不料歹徒趁乱掏出手枪，两人先后中弹。眼看队友倒在血泊中，阿西彻底失控。他拔枪将歹徒一击爆头，可怒火仍未平息。杀红了眼的阿西又朝着歹徒的尸体连开4枪才罢休。阿西向废品厂老板讨要一只警灯，开玩笑说准备抢银行。老板当他脑子坏了，笑着把灯送他，还打趣道：“那你可要加油啊！”回到家，阿西陪妻子玩七巧板，妻子像贪吃的小孩，把他那份蛋糕也挪到自己面前，最后只留给他一颗草莓。他想点烟时，阿西很自然地拿走了那支烟。这一幕平淡却很温馨。不久，阿西花了5万元从老板那里买了一辆偷来的出租车，计划将它改装成警车。老板顺手又多送了他一个警笛。空地上丢着一幅一家3口在海边的全家福，暗示着库布仍未走出被家人抛弃的阴影。脑海中不断涌现出奇异的灵感：百合花头的豹子，菊花头的海狮，丁香堆成的羊群。路过花店时，想象更加奔涌。向日葵成了狮子的鬃毛和猫头鹰的眼睛，白掌花化作了猫和虎鲸的眼眶，甚至是企鹅的脑袋。蝴蝶兰长在了蝙蝠和毛毛虫身上，就连身着和服的美丽女子，容颜也被一朵硕大的百合遮住。这些画其实都出自北野武之手，他也够自恋的，呵呵。可当他看到文心兰时，脑海中的画面却忽然中断。那细碎而繁茂、充满生命力的亮黄色，仿佛超出了他破碎精神世界的承受范围。他一时无法承受这蓬勃生命力的冲击，忍不住热泪盈眶。擦干眼泪，他买走了一束向日葵。回家的路上，灵感再度涌现，且比之前更加大胆。牵牛花化作公鸡的脑袋，绿掌成了大象的头，连麋鹿的鹿角也变成了一片片金黄的银杏叶。警车改造完成后，阿西穿上警服，戴上警帽，鸣着警笛直奔银行。这一幕被废品厂老板看在眼里。頑張れよ、銀行強盗。阿西走进银行，递上一个黑色的包，枪口对准柜台人员，意思不言而喻。他端着枪，冷静地观察四周。柜台人员虽满脸错愕，也只能在这沉默的威慑下配合行动，毕竟真理就在眼前。呵呵。阿西拎着装满钞票的包离开。整场抢劫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却悄无声息地结束。路上，他与赶来处理报警的警车擦肩而过。此时，妻子已收拾好行李，在家等他踏上旅程。与此同时，库布终于把脑海中的那只向日葵狮子画了出来，几乎和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曾经只要一看到就会情绪崩溃的文心兰，如今也能被他拿来当作创作素材，说明他的创伤正在慢慢愈合。废品厂老板看到报纸才知阿西真去抢了银行，后悔当初没把价钱抬到20万。阿西和妻子来到富士山脚下，两人坐在车里玩起了猜纸牌的游戏。阿西偷偷借着后视镜作弊，次次都猜中，直到被妻子当场识破，两人忍不住笑作一团。库布和田中的遗孀分别收到了阿西寄来的钱，这些钱是他抢来的，剩余的部分则被用于偿还黑帮的高利贷。此时的库布已经算是业余圈里相当有水平的画手了。他用黑色水笔勾勒出一个在雨中撑伞站在海边的小女孩，再用水彩一点一点铺开画面，色彩由点成面，整幅画看起来生动而富有层次。而在另一边，中村渐渐察觉到事情不对劲，怎么也找不到阿西，心里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夜里，阿西为妻子点燃了烟火，半晌没动静，他以为是个哑炮，便凑近查看，没想到烟火突然炸开，把他吓了一跳，反倒把妻子逗得咯咯直笑。夜空中的烟火显得格外绚烂。拍照时，疾驰而过的汽车挡住了镜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哪怕只是偷偷敲响那口只在黄昏报时的钟，也足以让妻子开心很久。库布已经能够坦然面对生活，接连画出了好几幅一家3口的画。雨过天晴，他在樱花树下观察花开。画中一个人坐在高处，被樱花围绕，却并不显得孤单，画面安静而稳定。这与他早期情绪失控的创作状态已完全不同。这是库布第一次画出了一个内心宁静、好好活着的人。不久，库布收到了阿西寄来的玉手，那是阿西临行前为老友求下的最后一份平安。面对随后赶来打探消息的中村，库布只是平静地表示自己也很久没和阿西联系了。阿西的妻子在河边给快枯萎的花浇水，引来一个正在打水漂的男人的嘲讽。阿西当场出手，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随后又安静地陪妻子钓鱼。不久后，黑帮老大发现阿西用抢银行的钱还债，且金额异常，便以力气不对为借口派人追查他。阿西用布包了块石头，径直向他们走去。兄貴がよ、利子が足んねえっつってんだ。3两下解决了来要钱的小弟，还缴了他的枪，并卸下子弹。随后，他放走了那个曾在酒吧被他打伤的小弟，把一颗子弹塞进对方嘴里，一拳将其打倒，警告他回去传话，别再来打扰自己，
否则下次见面就直接杀了他。中村仍在四处寻找阿西的下落，此时已经来到寺庙，离他越来越近。随后，阿西带着妻子上了雪山，两人最终住进山上的民宿。妻子在那里独自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的意义不言而喻。与此同时，库布完成了本片的最后一幅画，画面的背景依然布满点状的笔触，如繁星，亦如花火。然而，画面中那个鲜红的字诀却格外刺眼，这是否正是库布内心的写照呢？他或许已然意识到，无论这世界如花火般多么绚丽，对于一个残疾且被遗弃的废人而言，他已无法再融入。这边，阿西的妻子靠在餐桌旁，含泪沉沉睡去。民宿老板突然敲门，告知阿西有访客。门外正是那伙阴魂不散的黑帮，他们终于找到了阿西的藏身之处。此前被捅瞎一只眼的小弟用枪顶住他，逼他去见老大。阿西故意和小弟搭话，趁对方分神，他迅速卡住手枪击锤，随后轻松制服对方，夺过手枪，独自前去面对黑帮一伙。黑帮老大逼阿西交出抢劫银行的全部赃款，阿西忍无可忍，在车内动手，将在场的黑帮成员全部解决。今度会ったら殺すって言ったろ。最后，那个被捅瞎一只眼的小弟赶来查看，正好撞见这一幕，吓得转身就逃。可惜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画布上突然溅开一滩血，让人以为库布选择了自杀，但那其实只是红色的颜料。库布放弃了轻生的念头，选择继续活下去。中村和同事一路追查，来到雪山民宿打听阿西的下落。在雪地中，同事发现了黑帮成员的尸体，两人站在案发现场，神色凝重。事实上，他们早已怀疑阿西与那起银行抢劫案有关。夫妻驱车来到海边，用七巧板拼出了一个“五”字。在日本文化中，“五”紧随象征死亡的“四”之后，寓意跨越死亡，抵达终点，归于平静。不久，中村在海边找到了阿西。阿西默默地向枪膛里压进了2颗子弹。中村把自己一路查到的线索如实告诉了阿西，显然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んねえか。阿西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请求中村再给他一点时间。中村沉默了一会儿，最终选择了默许。阿西回到妻子身边，两人并肩坐着，静静望着前方的海面。一个小女孩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她牵着风筝，在沙滩上欢快地奔跑着。若不是那场意外，他们的女儿如今或许也有这么大了吧。两人就这样安静地坐着，任由时间慢慢流逝。ありがとう。阿西紧紧抱住了她，给予了最直接也是最后的回应。镜头缓缓拉远，海面依旧平静。突然，2声枪响划破宁静，影片结束。北野武的《花火》是一部向死而生的电影，全片几乎没有对白，却把生与死拍得既残酷又凄美。导演将沉默用到了极致。他饰演的警察西家靖半张脸瘫着，左眼皮时不时跳2下，话少得可怜，连暴力都处理得偷工减料。别的导演拍打架恨不得拍半小时，他倒好，镜头一闪，事情就办完了。剩下的戏份全是那种老爷们特有的浪漫，哪怕日子过得又笨拙又绝望，但骨子里总藏着那么点孩子气的温情。那些绚烂的画作和结尾一样，让人回味很久。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地活着，一辈子下来，有时候真会觉得没什么意思。但北野武在这部片子里告诉你，就算这个世界再操蛋，你也得为了点什么活着，像花火一样，哪怕只闪那么一下，也算没白来。这大概就是北野武独一无二的魅力吧。西家靖在片子里几乎不说话，能动手解决的绝不吵吵，这其实是个挺朴实的生活道理。真正的狠人从不多啰嗦，现实中也一样，越是心虚的人越爱解释，真正认清了生活底色的人往往是沉默的，把精力省下来去解决问题，比在那儿瞎白话强得多。西家靖对敌人有多冷酷，对妻子就有多浪漫。这种暴力和温情的极端反差告诉我们，一个男人真正的魅力不在于他拳头有多硬，而在于他在被生活毒打之后，还能不能给爱人留一份孩子气的温情。有盔甲保护弱小，那才叫真爷们儿。电影名字叫《花火》，其实就是烟花。烟花的一生灿烂也就那么几秒，剩下的全是灰烬。人生其实也差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平淡、琐碎，甚至操蛋的。但北野武的道就在此，既然终将归于尘土，那就在闪耀的时刻尽情燃烧，活的是那股劲头，而非时长。许多人觉得影片的结尾充满悲凉，但若换一个角度来看，那恰恰是西家靖在彻底看清世俗规则之后，为自己选择的最后一条路。人这一生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体面地与这个世界告别。只要那一刻的决定
是为了自己真正想守护的东西，那就不是失败，而是一种圆满。本期花火解说完毕，欢迎点赞、评论、分享。你的一键订阅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我们下期再见。